关注大度，也拜福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啊！今天开箱价格屠夫暗影精灵9。如果今年的618其他的厂商降价，那不是他们良心发现，而是我普哥来过。好吧，这个就是我还没开箱之前的结论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这个开箱，我除了会开这个暗影精灵9以外，看到我的右手边没有？来自华硕的天选4，来自联想的 Y9000X。来自联想的 Y9000P， 那么这几台机器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就是这台 i9 加4060是8499，这台 i9 加4060是9499，这台 i9 加4060现在是10499，这三台中间都是隔了1000块钱的，哈哈，好吧，所以说今天我不仅会拆箱它，还会对比一下这两台华硕以及联想拯救者的机器。OK，let's begin。280瓦的一个适配器啊，这个体积比联想的拯救者呀，还有像什么神州啊、华硕啊，280瓦、300瓦的那些要小得多啊。机器拿出来 ，OK， 856克，惠普的充电器就要比其他的品牌轻了3两多啊。外壳是包裹了一层黑色的网布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料。A 面除了略微有点沾指纹啊，你看我的手有点油，看到没有？有点沾指纹以外，它的这个 A 面很深邃啊，这个黑色，你们觉得那个方框好看还是这个欧盟好看？这个 A 面其实分挺高的啊，就是很简洁 ，logo 是给了一个高亮的设计的，但也是黑色，整体来说就不会那么的突兀啊。我好希望神州可以学一下这个，就不要在 A 面给那么多白色的文字了，好吧？所以呢，这个 A 面其实我可以给它打一个4.5分，满分5分的话，这个 A 面你们可以给它打多少分呢？我能摸出来 A 面是塑料的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B 面啊，屏幕面16:9啊，依旧没有变，这个也是我觉得这台机器最大的槽点。但是在8499的价格下，这个已经不是槽点了，它的键盘还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贴纸，全是黑色的元素啊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个至少黑色的元素是贯穿始终的啊。摸着良心说啊，各位，如果这个屏幕再往下走这么一指，对吧？它的下巴只有这么一指的话，这台机器这一面我就可以给它打一个满分5分，但现在4分可能都勉强吧。满分5分，我给这个屏幕打一个3.8分。然后左右的边框很窄，上边框其实是有一点点长的啊。这两台机器同样都是16:9的屏幕哈，但是天选为啥看着就要比这台要精致一点？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上边框。哎呀，虽然说我说这个刘海丑嘛，但是这个刘海可以明显缩减，就是大部分的上边框的这个宽度啊。天选的这个屏幕面的质感要比暗影精灵要好一点点啊。然后上面是一个摄像头，是带了那个物理防窥拨片的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隐藏的欧盟的 logo， 看到没有？在这个地方。哇，神州啊，神州，你好好学一下嘛！支持180度翻转，这个我要给它一个好评哈。全尺寸的一个布局，方向键虽然不是全高的，但是其实这个也行了。我个人觉得哈 ，DNF 玩家、QQ 飞车玩家啥的应该不会挑了吧？这个方向键。敲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是有一点大的哈。触摸板的面积就是一个中规中矩大小的，然后摸起来的手感呢，不是很丝滑哈。个人感觉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暗影精灵的地壳设计啊，就是简单粗暴，你们看嘛，天选的地壳就好像一架飞机，这是飞机翅膀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是飞机头。惠普的话呢，就是板板正正的。拯救者的和华硕和这个 sorry， 拯救者和惠普的其实都是方正的一个取向啊，这拯救者面积要稍微小点。天选的旅行重量是2.8千克，Y9000P是3.7千克，暗影精灵是3.2千克的旅行重量哈。机器的右侧一个 USB-A 口，机器的左侧2个 C 口，一个耳机耳麦口，而且2个 C 口非常厚道的从拯救者那儿抢来了一个。2个都是雷电4的 C 口，尾巴上一个 HDMI， 一个网线，一个 USB-A 口，以及一个电源接口。接口少了一个 SD 卡槽，我觉得这么大机器，对吧？还是需要吐槽一下的。好像就是 C 面的键盘面是金属，然后 B 面、A 面都是塑料。来吧 ，PK 一下，我们先从拯救者开始吧。天选。好，
好，我们最后来听一下《爱影精灵》。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花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眼睛，一直所有她。怎么样啊？哈哈，好像真的这一台要好很多啊！不是好像，是这台真的好很多。这会儿现在跑分也算是一个比较高负载的场景了。没有口哨声，好，放心。好，总的跑分是1617610分，处理器是83万分，然后显卡是383000分，内存是252000分，硬盘是15万分。这个硬盘稍微拉了点分啊，但是内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其他的就是正常的一个数据了，基本上也没啥区别。当然罗大师嘛，就跑一下，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行。其他的详细的东西我们后面再慢慢测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49.5分贝，同配置的本子里面也是排在前面的一个水平。双烤的我看 CPU 是48，GPU 是95瓦，总的142瓦左右的一个双烤的功耗。天选4是150瓦啊。YGMP 是200瓦，然后曙光16 Pro 是188瓦，然后神州的 TX8R9 同配置195瓦，懂吧？都要比这台要高了30-40瓦，所以说它这个太保守了。好，硬盘的读写啊，读是6500兆，写是5500兆。刚刚启动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到170瓦，现在显卡是110瓦到120瓦之间 ，CPU 是65瓦，这就是175瓦了，就是它只能。前1-2分钟吧，刚才你后面稳不到，那有什么用？都是170，你咋140？我也不知道我咋140啊！我现在你看，现在又跑到了这个显卡是90瓦 ，CPU 才54瓦，更低了。OK， 我们对比一下屏幕啊，两台机器都是很一样啊，配置一模一样，屏幕比例参数都是一模一样啊。其实这个 RGB 啊，惠普基本上是全线落后于华硕的，你们看啊。天选的这个 RGB 真的，因为它是白色的机身嘛，所以说它的颜色就可以更透亮，看到没有 ？OK， 那么今天晚上对于这台来自爱影精灵9啊，这个价格屠夫的一个开箱初步体验就是这样子了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扬声器是真的很不错啊，我个人感觉就仅次于我认为 Windows 阵营里面顶级的 ROG 幻视6的那个扬声器了，好吧？这是今天晚上的一大好评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烤机的时候双烤只能达到140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然后有的人说是可以到170瓦，这个我后续需要去网上查阅一下资料，然后看一下别人的视频，看是怎么调教能够给它冲到最高的那个功耗了，我们再去测试实际的性能。这个键盘啊，第一，它的灯是没有 RGB 的，其他的竞品基本上都是有 RGB，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无所谓，因为它这一代的外观是更商务化一点，所以说 RGB 不是特别的重要。声音的质感哈，以及它的这个回弹键程是稍微偏绵软一点的，就不是那么的积极，懂吧？要略逊于这台天选4，也略逊于这台 Y9000X， 懂吧？这个是键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。第二个明显的缺点。这个沾指纹的情况啊，很严重。这个像我一样手汗多的人是需要去考虑一下的，好吧？但是8499，我当时在边看直播边锻炼，我就这样，然后那边报8499，我就我操，就这样，不开玩笑，我停下来了，知道吧？在这个价格下，就现在。这台天选9499，然后正在直播推流的这台 YGMP 10499，在便宜了1000-2000块钱的情况下，它的很多缺点，甚至是这个16:9的下巴，我刚才都没提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我不在意了，它太便宜了，懂吗？8499，就逼得其他的厂家哈，如果不降一下价的话，其实会有很多人就无所谓嘛，那些什么屏幕的质感呀，那些什么。按键呀，对吧？其实可以稍微舍弃一点，1000块钱、2000块钱可以买个啥？可以买个4K 显示器了，懂吗？可以买一套很好的外设了。所以呢，理性一点。就像开头我说的啊，今年如果618的时候，其他的厂家降价了，不是他们良心发现，而是我痞子哥啊来过，好吧 ？OK， 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爱影精灵9的。一个开箱体验了，如果想看它的评测以及其他机器的这些评测的话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一夜暴富，好吧 ？Peace。